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深入探讨《道德经》的第28章，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，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这一章是全书极具象征意味，也是义理结构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段落。它从性别、颜色、名誉与耻辱等看似对立的意象切入，呈现了一套超越二元对立、通向内在圆融的修道路径。章节开头讲：“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溪。”这句话乍看之下容易被理解为男女阴阳刚柔对立的简单比喻，但深入来看，老子所说的雄与雌，其实并不仅仅是生理或性别意义上的刚与柔，而是一种心理与行为上的主导与承受、进取与包容、显达与隐退之间的张力。而所谓知其雄，是认清自己本有的主导之力，不盲目否定自身的行动力与决断力；而守其雌，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主动让位，是在具备了行动力的基础上，选择柔和、退让、低调、包容。老子称之为天下溪。溪是山谷中最深的地方，是水汇聚的最低点。守其雌，就是自愿处在最低处，接纳一切的流入。这种姿态并不是懦弱，而是大度、沉稳、无争。在现代管理学中，这种特质其实早已被广泛研究。例如情绪领导力、深度倾听、赋能式管理等概念，其根本正是守其雌的现代体现。而当一个人真正能守其雌，老子说他便能常德不离，复归于婴儿。这里的婴儿并非指年幼的无知，而是象征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状态。婴儿不设防，不造作，没有分别心，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。这种返璞归真的境界，是修道者追求的终极状态，不是幼稚的无能，而是历经强大之后的柔和，经过坚硬之后的柔软。再看下一句：“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事。”这里的白与黑又是另一个二元对立的象征，意指显达与晦暗，清晰与混沌，秩序与混乱。知其白是理解世间规范、价值体系、文化标准的本质，但守其黑是对这些标准不盲从、不执着。白是社会认同的标准答案，黑是我们不被看见、不被表彰的内在真实。当一个人能够在明与暗之间保持自我，在光与影之间不迷失方向，那么他就能成为天下的榜样，为天下事。这段教义如果应用在家庭关系中，会引发深刻的反思。在亲密关系中，我们常常陷入角色期待。作为父母，我们应该是孩子眼中的榜样；作为配偶，我们应当是对方心中的支柱；作为子女，我们应当是亲族眼中的荣耀。然而，如果我们总是活在这些外在的白光之中，久而久之会丧失真实的黑暗，也就是自己的疲惫、恐惧、不确定、欲望。只有当一个人敢于面对自己的黑，并守住这份黑，他才不会被白所迷。这不是放弃自我要求，而是接纳一种更完整的自己。老子在这里再次提出一个因果：为天下事，常德不推，复归于无极。无极不是空无一物，而是一种尚未分化的圆满状态，是对种种对立的彻底超越。你不是白，也不是黑，而是那个既白且黑，最终超越白与黑的存在。这与我们今天常说的整体性成长、整合式生命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它超越了自我否定与自我执着的循环，让人进入一种真正的平衡。下一句讲：“知其荣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。”荣与辱是人世间最能撩拨内心的两极。一方面，
我们都渴望被认同、被肯定、被表彰；另一方面，我们又极度惧怕被嘲笑、被羞辱、被边缘化。但老子告诉我们，真正通达道义的人，不是摒弃荣辱，而是看清荣的短暂、辱的虚幻，最终选择守其辱。这不是自虐，而是清醒地认识到，只有能承受最不堪的眼光，一个人才能稳住最真实的自己。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，这段话揭示出一种极其深刻的治理智慧。当代公共治理中有2种截然不同的风格，一种是权力高扬，追求绩效，标榜形象；另一种则是愿意倾听民意，愿意吸收批评，愿意承担骂名。这后者看似屈辱，实则拥有更强的韧性和稳定性。治理者若总图荣耀，回避耻辱，那么他必将陷入舆论反噬的漩涡之中。只有能够守住辱，涵养厚德的制度，才是长久之治。为天下谷是一个极其美妙的形象。谷是承载、孕育、滋养、包容的空间，它不主张、不竞争、不争高低，却反而成为万物的归宿。这种治理者的姿态，不是靠强制让人服从，而是靠德行让人归心。老子称之为常德乃足，这不仅是一种道德，更是一种战略。而当人守其辱，就能复归于朴。朴是未经雕琢的木，是未经家事的本体。这里的朴不是粗糙，而是本真，是万物未被功能化前的自然状态。老子在最后一句说：朴散则为器，圣人用之则为官长，故大制不割。也就是说，朴本身是道的母体，是一切之源，但一旦被分解、被切割、被功能化，它就变成了器，变成了工具，变成了角色，变成了制度。这不是坏事，因为人间运行需要这些器，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被这些器所反过来统治。圣人的智慧在于他以朴为本，不执着于器，他能够运用器，也就是角色与制度，来服务于人，但不被角色定义，不为制度所奴。他不是被架在上位的官长，而是能自在于各种身份中，进退自如，得失无碍。这种状态，用现代话说，就是心灵的解构力。一个有修养的人，哪怕担任高职，也能回归本性，不忘初心，不为权位所逼。一个在家庭中担任母职或父职的人，也不会因此失去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生命的完整性。在当代社会，朴常常是我们最容易失落的品质。我们的教育在很早就开始将人散成器，你要考出分数，你要匹配职业，你要成为某种社会意义上的有用之人。于是我们渐渐忘了自己本是完整的菩提，我们总想从外部寻找意义，却极少去重新认识那个未经雕饰的自己。而《道德经》的这一章正是一个对现代人强烈的提醒，只有不断回归朴，才能在纷繁角色中保持不迷。整章看下来，老子以3个对立组合，分别是雄与雌、白与黑、荣与辱，构成了3组看似矛盾，实则互补的修道逻辑。每一组都在讲一个道理，面对矛盾时，不是要去消灭一方，而是要在知与守之间找到那个安然的姿态。知是对现实的清醒认知，守是对内在德性的自觉保持。从雄守雌到荣守辱，老子提出的不是二元论的选择，而是全观性的整合。这正是《道德经》深刻之处，它从不提供简单的非此即彼答案，而是引导人进入一种能容纳矛盾、整合对立的存在方式。这种方式既可以应用于日常工作中的沟通与管理，也可以引导我们在家庭关系中寻得平衡，更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修养中的实践路径。在下一章，也就是第29章，老子将进一步提出一个现实中的悖论问题：
当你试图把握天下时，反而最容易失去它。那么，如何理解这种看似消极，实则深远的放手智慧？当行动越多，控制欲越强时，我们是否反而更远离了真实的秩序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